中国历史上的亡国皇帝通常都有一套比较标准的死法，有的沉迷酒色，有的荒废朝政，还有的几十年不上班，等想起自己还是皇帝时，国家已经快关门了。而崇祯呢，他非常不一样，他不贪图享乐，不长期旷工，也不舍得乱花钱，他每天起早贪黑，批奏章，见大臣，问军情，查财政，恨不得把皇帝、首辅、兵部尚书和财政总监的活儿全干了。结果呢，大明还是亡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崇祯皇帝。崇祯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容易让人同情的亡国之君，祖宗留下的烂摊子他想收拾，朝廷里的贪官他想清理，关外的后金他想挡住，国内的农民军他想剿灭，遇到旱灾他赈济，国家没钱他带头节俭，打了败仗他还会下罪己诏。领导都努力到这个份上了，国家还亡了，好像确实不能怪他。可问题恰恰在这里，崇祯最大的悲剧不是他不努力，而是他把努力当成了能力，把焦虑当成了责任，把事必躬亲当成了有效治理。他每天都在解决问题，却没有建立解决问题的机制，每天都在寻找人才，却从不真正相信人才，每天都在催促臣子办事，却不断让办事的人承担全部风险。所以崇祯这一生表面上是在挽救大明，实际上却在用最勤奋的方式消耗大明最后一点元气。崇祯这个人的核心性格可以概括成3句话：责任心极强，安全感极低，耐心几乎没有。这3样东西放在普通人身上，最多是脾气急一点；放在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身上，就容易变成灾难，因为他会觉得所有问题都必须立刻解决，所有官员都可能欺骗自己，每一次失败背后都隐藏着无能甚至不忠。今天重用一个人，明天怀疑一个人，上午说你是国家栋梁，下午觉得你可能误国。前线刚吃败仗，皇帝已经开始研究该把谁送进监狱了。崇祯不是不会用人，他的问题是他只会使用人才，却不会信任人才。朱由检出生在万历末年的皇宫里，听起来很幸运，可明朝晚期的皇宫并不是什么温暖家庭。他的生母早逝，父亲明光宗好不容易登基，却只做了不到1个月皇帝。哥哥天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势力遍布朝廷。朱由检从小看到的不是父慈子孝，而是宫里的人随时可能突然消失，母亲会消失，父亲也会消失。大臣昨天还在上朝，今天就可能被东厂抓走。所以他很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在皇宫里，信任不一定是美德，也可能要命。朱由检原本不是按照皇帝培养的，是因为天启的儿子相继夭折，他才被临时推上皇位。一个10几岁的年轻人突然坐在龙椅上，周围站着一群官场老手，旁边还有一个号称9000岁的魏忠贤，他能相信谁呢？他谁都不敢信。所以崇祯刚登基时表现得非常谨慎，他没有立刻翻脸，而是先削弱魏忠贤的势力，最终将其清除并平反部分冤案。这件事办得相当漂亮，年轻、隐忍、果断，而且政治手腕成熟。朝野一看，觉得大明终于来了个有希望的皇帝。崇祯自己大概也这么想，我10几岁就能收拾魏忠贤，
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但清除魏忠贤的成功，也让他产生了一个危险的错觉：大明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坏人还没有处理干净。只要找到坏人，换掉坏人，问题自然就能解决。这套办法对付魏忠贤有效，对付一个已经全面腐烂的帝国却远远不够。财政没钱，不是杀一个户部尚书就有钱；军队战斗力下降，不是换一个总督就能恢复；百姓造反，也不是处罚几个地方官就能让地里重新长出粮食。但崇祯更愿意相信是执行的人有问题。为什么辽东打不赢？他觉得是将领无能。为什么农民军剿不灭？他认为是督抚失职。为什么赈灾不到位？他觉得肯定是地方官欺骗朝廷。制度没错，祖宗没错，皇帝的方向也没错，错的只能是下面这帮人没有好好办事。于是崇祯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完美大臣，这个人必须忠诚、廉洁，能打仗，懂财政，敢负责，没私心，最好还不用花钱，接到命令以后立刻解决问题。但是这种人找得到吗？当然找不到。别说明朝末年，把历朝历代的名臣拉过来开会，也凑不出这么一个人。可崇祯不接受，在他看来，臣子做不到，不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是能力不够，或者忠心不够。所以他频繁更换官员。这个人用了几个月没效果，撤掉，换一个还是不行，治罪，再换一个，前线又败了，继续追责。大明朝廷逐渐变成一家长期招聘、长期试用、从不转正的公司。崇祯不断寻找人才，但真正的人才看到前任的下场，也会明白，这个岗位缺的可能不是人才，而是替死鬼。而袁崇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崇祯刚登基时，非常看重袁崇焕。袁崇焕在宁远、宁锦等战事中表现突出，对辽东也有自己的整体设想。崇祯召他入京，委以重任，袁崇焕则提出5年复辽。新皇帝需要奇迹，将领承诺奇迹，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风险。辽东问题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后金实力不断增强，明朝财政恶化，军政关系复杂，关宁防线每年还要消耗巨额军费。5年复辽听着很提气，实际上很难完成。后来袁崇焕擅自处死毛文龙，毛文龙虚报军饷，难以控制，确实麻烦，但东江镇又能牵制后金，袁崇焕直接把人杀了，等于擅自拆掉战略布局中的一块棋子。崇祯当时没有立刻处理他，因为还需要他。可崇祯2年，后金绕开关宁防线，从蒙古方向进入长城，直逼北京。这一下崇祯慌了。袁崇焕回师救援本来是在秦王，可在一个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皇帝眼中，所有事情都可以换一种解释。你说5年复辽，敌人为什么打到北京了？你杀了毛文龙，后金随后入关，两件事有没有关系？你的军队到了京城脚下，到底是来救驾，还是另有目的？崇祯越想越害怕。袁崇焕最终被逮捕，后来遭到处死。袁崇焕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擅杀毛文龙，夸下复辽期限，处理军政关系失当，都给自己埋下了巨大风险。但从极度重用到迅速定罪，也暴露了崇祯最危险的性格。他对一个人的信任不是慢慢建立的，对一个人的怀疑
也不需要慢慢验证。今天觉得你能救国，就把全部希望压在你身上；明天觉得你有问题，又把全部失败都压在你身上。袁崇焕之死最严重的后果，不只是少了一个将领，他告诉整个官僚系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风险越大。从此，大臣越来越不敢独立决策，前线遇到机会先请示，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先写奏章。大家不是研究怎样打赢，而是研究怎样证明打输不怪自己。崇祯天天骂大臣不敢担当，却用实际行动告诉大臣，谁敢担当，谁就可能先倒霉。在清除魏忠贤以后，崇祯本来限制宦官干政，可没过多久，他又重新派太监监军。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信任文官，也不信任武将。大臣汇报军情，他觉得可能隐瞒；将领报告战果，他觉得可能夸大；地方官报告灾情，他又怀疑是在骗取赈款。那怎么办？那就派皇帝身边的太监过去盯着。太监没有地方根基，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理论上当然更加可靠。于是太监开始监督军队，插手军务，甚至凌驾于部分督抚之上。崇祯刚上台时清除魏忠贤，后来因为不信任外廷，又重新扩大宦官的作用。刚把软件卸载，发现自己不会操作系统，于是又装了回来。当然，把明朝灭亡全部归到崇祯性格上也不公平。他接手的大明本来就已经病得很重，财政长期恶化，辽东战争不断烧钱，官僚集团党争严重，各地旱灾、蝗灾、饥荒和瘟疫交替出现，军队长期欠饷，陕西等地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这不是皇帝少吃几顿饭，穿几件旧衣服就能解决的问题。崇祯本人确实节俭，但皇宫少点几根蜡烛，填不上几百万两军饷的窟窿。皇帝衣服打补丁，也不能代替财政改革。大明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已经无法有效地把社会财富转化成军队、赈灾和行政能力。富裕阶层能够逃避负担，真正承担税收和家派的还是普通百姓。百姓遇到灾荒本来就没有饭吃，朝廷还要追缴军饷，地方官不收，皇帝说他失职，硬收，百姓就加入农民军。于是一个荒唐的循环形成了。朝廷为了剿灭农民军，向百姓加税，百姓因为交不起税，加入农民军，农民军越来越多，朝廷只能继续加税。这哪是在灭火呀？这明明就是在拆老百姓的房梁，拿来当柴火烧。崇祯知道百姓很苦，他会减免，会赈济，也会下罪己诏。可他的反省有一个特点，态度特别诚恳，实际责任还是大臣的。天灾发生了，朕有罪；军队败了，朕有罪；天下大乱，朕也有罪。反省完以后，处罚总督，逮捕巡抚，再换一批官员。这就像老板每次项目失败，都在群里发长文说，主要责任在我。第二天到了公司，把项目组全开了。崇祯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他非常在意道德名声。明朝和后金长期作战，到了中后期，朝廷已经很难同时应付关外和关内两条战线，最现实的选择是暂时议和，先稳住一边，再集中力量处理另一边。崇祯并不是完全不明白，他曾通过兵部尚书陈新甲
秘密与清方接触。但问题是，他想议和，却不愿承担主和的名声。皇帝可以私下考虑妥协，但不能让天下人知道皇帝考虑过妥协。后来消息泄露，舆论哗然，陈新甲被处死。这件事给大臣的教训非常清楚，皇帝暗示你做的事，一旦舆论不好，皇帝未必会承认。从此谁还敢替皇帝试探政策？所有人只能说最安全的话，敌人再强也必须喊必胜，财政再穷也不能说打不起，局势再坏也不能建议退让。崇祯天天要求大臣说真话，最后却亲手制造了一个没人敢说真话的朝廷。到了崇祯16年，明朝真正能打的将领已经越来越少，孙传庭成为了朝廷最后的重要依靠。孙传庭不是不想打，而是认为部队训练、粮饷和装备都没有准备好，需要时间整顿。可崇祯没有耐心，李自成势力越来越大，北京不断催促出战。在崇祯看来，你有兵却不立刻进攻，就是畏敌，就是拖延。所以孙传庭只能出关，结果部队因准备不足遭到惨败，孙传庭战死，潼关失守，李自成进入关中。崇祯想要的是快速胜利，但战争不会因为皇帝着急就自动缩短准备时间。他总觉得臣子动作太慢，却没有意识到自己频繁改变命令，不断更换负责人，动不动追究责任，才让整个系统越来越慢。所有人都在等皇帝，没有人敢承担皇帝没有明确批准的风险。皇帝越来越忙，大臣越来越不敢做事，皇帝越觉得大臣无能，就越想亲自指挥，皇帝越亲自指挥，整个国家就越依赖他一个人的判断。这就是崇祯式勤政的本质，不是让系统更有效，而是让所有系统围着皇帝的焦虑旋转。崇祯后来越来越容易发怒，因为他的心理世界正在不断崩塌。他刚登基时，相信清除魏忠贤，大明就会好转，结果没有。他相信袁崇焕能解决辽东，后金却打到北京。他相信杨嗣昌能剿灭农民军，局势继续恶化。他相信洪承畴能守住辽西，结果洪承畴降清。他相信孙传庭能挡住李自成，结果潼关也丢了。每一次希望破灭，崇祯都不会认为任务本身已经超出个人能力，他只会觉得我又信错了人。于是他更加多疑，更加急躁，更加不愿授权。越缺人才，越不敢相信人才，越不相信人才，人才越不敢做事，人才越不敢做事，皇帝越觉得天下无人可用。明末不是没有人才，孙承宗、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这些人各有缺点，却都不能简单说成庸才。真正的问题是，大明已经没有能够让人才稳定发挥作用的环境。皇帝给他们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缺钱、缺粮、缺兵、缺时间，但必须打赢。打不赢不能怪条件，只能怪你能力不足，更不能自己调整战略，因为调整战略可能被怀疑另有图谋。这不是用人，这是让大臣参加一场随时可能丢命的考核。崇祯17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有人建议南迁，也有人建议让太子前往南京。从国家延续的角度看，这并非毫无道理。
明朝在南方仍有相当大的人口、财富和军事资源，即使北京失守，只要皇帝或太子及时南下，至少还有机会组织抵抗。可崇祯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燕往。”这句话很有骨气，他没有投降，也不愿逃跑。几百年后，人们依旧因此同情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句话也暴露了崇祯的性格，他更愿意选择一个道德上正确、形象上悲壮的结局，也不愿承担一个可能被骂作逃跑的战略选择。南迁未必能救大明，可拒绝南迁，说明到了国家最后关头，他依然摆脱不了对个人名声的执念。崇祯17年3月，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紫禁城里彻底混乱。崇祯让几个儿子设法逃走，又逼周皇后自尽，亲手砍杀自己的女儿和妃嫔。当他挥刀砍向长平公主时，他悲叹道：“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可女儿没得选择呀。真正无法接受家人落入敌手的是崇祯自己。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想控制所有人的命运。国家救不了，家人也不能交给别人，江山守不住，至少死亡方式要由自己决定。随后，他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树上自缢。他留下的话，一方面承认自己德薄，无颜见祖宗，另一方面又说是诸臣误了自己。这几句话几乎把崇祯的一生全部写完了。他说自己有罪，说明他不是毫无责任感；他说不要伤害百姓，说明他并非没有仁爱。但他又说是臣子误了自己，这说明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旧没有完全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明末确实有大量官员误国，官僚推卸责任，贪腐和欺瞒广泛存在，把明朝灭亡全算在崇祯一个人头上并不公平。可同样不能因为他勤政节俭殉国就把责任全推给臣子。大臣为什么不敢承担？因为失败可能被杀。大臣为什么不说真话？因为真话可能让皇帝难堪。将领为什么不敢独立行动？因为独立行动可能被怀疑谋反。崇祯一生都在寻找忠臣，却没有学会怎样让忠臣活着做事。他一生都在寻找人才，却把人才当成可以立即见效的救命药。这个药今天吃了没效果，明天就换一颗，换到最后药吃完了，病人也没了。所以崇祯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呢？从私人品德上说，他不贪图享乐，生活节俭，愿意工作，也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从最后的选择上说，他没有投降，以死亡保住了一个亡国皇帝最后的尊严。可治理国家不能只看私人品德，一个领导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不代表组织就能正常运转。一个人愿意承担压力，也不代表他拥有正确判断。一个皇帝可以非常爱国，同时也可能不断做出伤害国家的决定。崇祯最致命的问题从来不是懒惰，而是他无法忍受不确定，无法容忍缓慢，无法真正授权，也无法平静地接受一次失败。所以他越努力，下面的人越不敢动；他越着急，政策越容易变形；他越想控制局势，局势反而越失控。如果崇祯是一个昏庸、荒唐，只知道享乐的皇帝，大明亡了，后人反而容易理解。偏偏他如此勤奋，这才让他的故事格外残酷。
因为崇祯证明了一件事：一个人品德不错，工作努力，责任心很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适合领导一个复杂的国家。有时候，最危险的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皇帝，而是一个什么都想亲自做，什么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什么问题都要求立刻解决的皇帝。他不是没有救国之心，他只是把救国理解成了不断找人负责，不断催促结果，不断证明自己没有偷懒。崇祯每天都在和大明一起加班，他以为只要自己不睡，这个王朝就不会倒。可一个已经失去财政、军队、信任和执行能力的帝国，不会因为皇帝少睡几个时辰就突然恢复健康。崇祯的悲剧不只是接手了一艘正在下沉的船，而是他站在甲板上拼命挥动船桨，谁划得慢就换掉，谁说船底漏水就怀疑他动摇军心，谁建议先靠岸维修就可能被骂作为敌求和。最后船确实沉了，崇祯也没有逃，这让他值得同情，却不能证明他的航行方式是正确的。所以崇祯为什么是最努力的亡国皇帝？因为他确实努力到了最后，可他的努力始终没有变成稳定的制度、清晰的战略和真正的君臣信任。他把责任扛在肩上，又把错误推给臣子。他渴望得到忠诚，却从不肯交付信任。他愿意为国家死，却没有学会怎样让国家活。大明不是亡在崇祯不想救，而是亡在这个皇帝太想亲手救，却不懂得国家从来不是靠一个人的焦虑运转的。崇祯确实不是一个典型的亡国之君，他没有荒废江山，他只是每天勤勤恳恳地把一个本来已经千疮百孔的王朝管理得再也没有任何试错的空间。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读史官诸葛不亮，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感谢你们，再会。